他不敢置信道：“怎么可能？”记忆中的母亲总是扎着一抹赤色的发带，黑发留铺，梳成干脆利落的马尾，蓝家素白的衣服衬得她格外惹眼。虽然自己同她见面的次数不多，可她见自己时总是笑的，还很喜欢逗她笑。笑起来的时候，脸颊边有一个浅浅的梨窝，如盈盈一水间，漾起涟漪的湖。某年的生辰，她难得被准许去见母亲。那时候，兰母正倚在榻上烤着暖炉，窗外是纷飞的细雪。兰母没想到蓝忘机会来，讶然起身时，连同躺在暖炉旁边取暖的小黑兔的目光也一同吸了去。一人一兔瞬间凑过来，然后那个人抱起了蓝忘机，那只兔拱在他的脚边挨挨蹭蹭。小黑兔不知是从何处来的，活泼得很。彼时小蓝湛正襟危坐在母亲的旁边，他就不安分的时而去咬她的袖子，时而四只腿围着小蓝湛蹦跶好几圈，然后被小蓝湛抱起来按在怀里薅，薅得乖乖的。小黑兔总是喜欢搜罗各种新奇的小玩意儿，献宝似的叼到他面前，若是蓝忘机不收，他就会躺在地上打几个滚，直到蓝忘机收下为止。屋内的东西都被他作乱的差不多了，他就把主意打到了蓝忘机的墨额上。小黑兔咬紧了墨额尾巴，四只腿往外发力，试图扯下来，又或者把抹额往自己身上卷，卷成一个兔线夹心。但墨额本就是蓝家人最为重要的东西，即便是只兔子也不可以轻易扯下。小蓝湛次次阻止，他便次次迎难而上。蓝母递过来一条红色的发带，说道：“让他咬这个吧。”蓝忘机接过，夺目的红衬似乎在小黑兔蓬松的毛上格外可爱，于是他便灵光一闪，将发带绑在他的身上，背后绕了一个蝴蝶结。小黑兔扭着脖子试图去咬，最终在原地转了几个圈圈。看来他很喜欢你啊。蓝母笑着抿了口茶，氧炉子里添了几块炭，说道：“那便让他以后跟着你吧。”蹦累了的小黑兔闻言，从小蓝湛怀里竖起一双耳朵，而蓝忘机的目光也汇聚在母亲身上，看着她脸颊边的一对浅窝，话语紧张兮兮地问：“可以吗？”蓝母肯定道：“当然可以啊。”于是从这天开始，小黑兔就与小蓝湛寸步不离。他生怕被叔父发现自己养兔子，然后说自己耽误课业，而这还是自己母亲送的兔子，就特地把兔子养在了净室里。小黑兔很聪明，甚至聪明到小蓝湛都觉得他听得懂人话。他大多时候都精力充沛得很，喜欢四处飞窜，经常撞碎净室的摆设。有时蓝忘机在书案边誊抄，他便四脚蘸一团墨水，在宣纸上留下一串脚印，若是玩累了，就随意地躺在各种地方呼呼大睡。小煤球太黑，轻易就将自己藏匿在各种地方，若是一个不注意，还会差点踩到它。小蓝湛的个子长得飞快，小黑兔陪着它长大，也养得越来越圆，抱在怀里比汤炉还要暖和。一人一兔住在净室，安稳度过了几个冬夏，直到某一年的秋天，秋风乍起，落叶萧瑟，龙胆小筑的那扇门永远地合上了。有道说病灾福祸往往相伴相行，有些是福祸相依，而有的则是接二连三的祸。小蓝站在龙胆小筑前的廊下坐了很久，等到日暮西山，云深不知处的钟音杳杳，他才抹了抹脸颊上风干的水痕，起身回净室。而他回来时并无像往常一样，小黑兔蹦到他肩上，亲昵地蹭蹭他的脸颊，却只见到小黑兔已经冰凉的身体蜷成了一团黑绒球，把自己埋在了他的亲背里。少年人未经历过生死，也自然不会知晓死亡的背后意味着什么。只是那时候他隐隐约约理解到，那是闭上眼睛，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都再也看不见了。魏无羡说道：“蓝湛，我说你这人可一点都不怜香惜兔，自己藏起来不见我就算了，还要把我埋在土里。得亏我命大，不然你就见不到我了。”蓝忘机还未从以前母亲送的那只黑兔子就是魏无羡的事实中缓过来。当年他回到净室时，小煤球身体冰凉，他换了很久，甚至拿平时他最喜欢吃的辣椒和萝卜摆到他面前，他仍是一动不动。蓝忘机抱着兔子等了3天，坐在净室前的小木廊上，一眨不眨地看着远处玉兰烟云，心也随着日暮的变幻一点点沉下去。最终，小煤球被他埋在了那棵玉兰树下，连着他平日里最喜欢的红发带一同埋进去。
这些年来，一到母亲的忌日，他便会顺势带上几根萝卜一起去看她。失而复得是什么感觉？大概是他明明在你眼前，你却觉得仿佛置身于虚虚实实的幻境，看不见摸不着，怀疑这份真实是否只是自己做了一场梦。魏无羡抿了一口水，觉着此情此景再来2碟花生米烙烙才应景。他继续道：你小时候见到我的时候还会笑呢，现在见到我就板着脸，活像我欠了你钱似的，笑都不笑一个。蓝忘机，魏无羡见他神情复杂，问道：蓝湛，怎么不说话？见到我你难道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？然而半晌，蓝忘机只吐出一个你。魏无羡，我什么？蓝忘机说道：你如何证明？